完了，全完了！就因为给贵妃端茶时左脚先迈进门槛，我就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被贬到这南三所啊！这南三所连个像样的灶台都没有，屋顶还漏风，马上就要入冬了，我这不是要被活活冻死在这儿吗？哭什么？天塌下来当被盖，肚子饿了喝凉水，既来之则安之嘛。废妃柳娘娘，听说您平地摔冲撞了御驾，才被打入冷宫，怎么没带金银细软，反倒顺了一麻袋破烂来？你懂什么？不用每天早上5点起来给皇后请安，不用勾心斗角背诵女婿，甚至连管事嬷嬷都没有。这哪里是冷宫？这分明是给我量身打造的乐园啊！娘娘，您是不是受刺激太大，失心疯了？这儿可是南三所，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喝不上热水，那是因为你们不懂格物之理。娘娘，您看，这灶台根本不抽风，柴火放进去全变成了浓烟，根本烧不开水。这灶台四面漏风，而且连个排烟的通道都没有，热空气怎么可能往上走？小桂子，别哭了，去墙角弄点黄泥加水合成泥巴。全公公，借您那根不要的破竹竿一用。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烟囱拔风效应。娘娘，用点泥巴和破竹竿就能把那冒黑烟的破炉子修好？奴才怎么就不信呢？看好了，大功告成。小桂子，点火！天哪，烟居然全跑出去了，而且这火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旺？这在格物学里叫做拔风效应。热空气比冷空气轻，所以它会顺着这根竹管向上爬升。在热空气往上跑的同时，灶堂里的气压就会变低，从而将底部进风口外面的新鲜冷空气疯狂地吸进来。新鲜空气里有充足的氧气，氧气越多，这火烧的自然就越旺。这就叫巧用气压差，打造完美燃烧室。光有火还不行，肚子还饿着呢。娘娘，这不是御花园角落荒地里顺手就能挖到野红薯吗？这黑不溜秋的能吃？能吃吗？看着等下不馋哭你。来，见者有份，尝尝咱们冷宫的第一顿下午茶。太好吃了，娘娘，这比御膳房的糕点还要好吃100倍啊！有了娘娘这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咱们南三所枯燥的日子，怕是要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喽。灶台修好了，肚子也填饱了，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小桂子，今天我们先休息，明天我们就做一个醒水器。娘娘，这水咱们平时都是静置1天，等泥沙沉底了，再小心翼翼地撇上面那一层烧开喝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冷宫哪有人给咱们送干净的玉泉水啊？静置，那只能过滤大颗粒的泥沙，水里的杂质和土腥味根本去不掉。看好了，今天教你们什么叫多层物理过滤与回性碳吸附。娘娘，您这是在木桶里叠罗汉呢？这黑乎乎的木炭放进去，水岂不是越洗越黑？这就叫少见多怪了。木炭经过高温燃烧后，内部会形成无数极其微小的孔洞，这在格物学里叫回性炭。它的表面积大得惊人，就像一块超级海绵，能把水里那些看不见的杂质、异味甚至毒素死死地吸附在孔洞里。神了，真神了！不仅没有一丝土腥味儿，这水喝着竟然还有一丝淡淡的回甘。
这简直比内务府特供的玉泉水还要清甜啊！那是自然，这可是经过活性瓣深度净化的顶级直中水标准。哎呦，这不是太后娘娘的御猫吗？怎么跑到咱们冷宫来找水喝了？估计是这几天天气闷热，御花园那些死水潭里的水发酸发臭了。动物的嗅觉比人灵敏得多，它大老远闻到了咱们这儿活性炭净化过的纯净水味道，所以才翻墙过来的。得，咱们南三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不好，内务府负责后勤调度的王公公带人来了，绝对是来找茬的。哟，这南三所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冷宫废人就该愁云款矣，谁准你们过得这么安逸？哎呀，全公公，按规矩，南三所作为废弃库房，每月的柴火供应只有30斤，但咱家核对过账本了，你们上个月多领了10斤柴火，这可是严重的违规。王公公明鉴，这马上入冬了，夜里实在难熬。老奴这才舔着脸去内务部求了几根碎木头，您通融？通融？内务府的规矩是拿来通融的吗？把他们这月的柴火全部扣发。不仅如此，院子里的这些柴，统统给咱家搬走，让你们长长记性。王公公，您把柴火都搬走了，咱们连口热水都烧不开，这日子怎么过呀？那是你们的事，在冷宫就该有冷宫的觉悟。不就是几根破木头吗？让他们搬，真以为没了柴火我就烧不开水了？娘娘，这不是古代工匠做坏的瑕疵凹面镜吗？早就扔废品库了，您拿它做什么？你这是在装神弄鬼些什么？难不成你要用太阳把水烧开？这叫抛物面聚光反射，没文化真可怕。这面铜镜的凹陷弧度刚好形成了一个物理学上的贪物面。当平行的太阳光照射在铜镜上时，它会将所有的光线和热量分毫不差的反射汇聚到一个极其集中的点上，这个点叫做焦点。而这水壶的位置正好就卡在这个焦点上，黑色的壶身又能最大限度地吸收热量。有了这种成百上千倍的光热汇聚，还要什么柴火？一派胡言，简直是风言风语。哼！不用火柴，不生炉灶，凭空把凉水烧得滚开，这难道是妖术？王公公，您看，水开了。您大老远跑来搬柴火，辛苦了，喝口热茶润润嗓子吧。哼，投机取巧，妖言惑众，咱们走着瞧。娘娘威武，这下咱们再也不用受那老烟狗的气儿了。太阳灶虽然好用，但到了晚上或者阴天就抓瞎了。想要随心所欲的生火做大餐，咱们还得进行升级。走，去后院寻宝。娘娘，这院子里除了灰就是蜘蛛网，能有什么宝贝？格物学家的眼里，没有废品，只有放错地方的机械零件。天哪，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宝藏啊！小桂子，全公公，把这车轮和织布机的钛板给我拆下来，放到厨房里。这是个什么怪物？这叫脚踏式离心鼓风机。在这个密闭的窝壳里，当带有叶片的风轮高速旋转时，会将中间的空气狠狠地甩向外圈，这就叫做离心力。被甩出去的空气无处可去，只能顺着这根主管，以极其狂暴的速度和压力冲进咱们的灶堂里。来，小桂子，上去踩两脚试试。
绝了！这风力简直比御膳房几十个烧火太监一起摇扇子还要猛烈100倍啊！有了这等瞬间能达到1000度高温的猛火，咱们还吃什么清水煮白菜？今天咱们要开荤！娘娘去太医院顺来的孜然干辣椒，加全公公藏的五花肉，绝配！采风，加大火力。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走，我们翻墙进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什么人？别动手，我们是附近巡夜的侍卫老黄和老赵，实在是被这香味馋得受不了了，厚着脸皮来讨口吃的。相逢就是缘，冷宫没那么多规矩，坐下一起吃吧。绝了，这肉怎会如此焦香？这叫孜然配猪油的极限激发，高温把脂肪烤化，烟熏风味包裹肉片，这可是独家配方。我没带碎银，这枚随身玉佩就当饭钱了。玉佩在冷宫又换不了馒头，觉得好吃，下次巡夜带点新鲜五花肉和大头来换。这下完了，咱们冷宫连块胰子都没有，这满身的油污，用水根本洗不掉啊！衣服要是有味儿了，内务府巡查时又要被扣月钱了。水洗不掉油，那是因为水和油不相容。但这世上有一种极其奇妙的化学本，能让它们乖乖融合。明天咱们就去做冷宫第1块手工冷制皂。拿草木灰去洗衣服，娘娘，您这是嫌咱们的衣服不够脏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灰，这是咱们冷宫重工实验室的强鲜原料。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当我们把它溶解在温水里，然后再经过沉淀和过滤，就能得到一罐极其纯净的、带有强碱性的灰碱水。这东西可是去污的绝对核心。油脂准备完毕，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在化学中叫做皂化反应。油脂和钢碱在不停的搅拌混合下，会发生一种极其奇妙的断裂和重组。原本油腻腻不溶于水的脂肪酸，会被碱水强行转化成一种既能亲近水，又能亲近油的神奇物质——脂肪酸钠，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肥皂。绝了！油和水居然真的融合在一起，变成白色的膏膏了。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风干2天，等碱性褪去，这块肥皂就算是彻底大功告成了。走，去井边试试威力。洗掉了，真的洗掉了！而且这衣服洗完之后，不仅没有半点油腻味儿，反而透着一股极其清新的草木香气，料子都变得比以前柔软丝滑了。这物件真乃神品啊！内务府发给各宫娘娘的胰子，洗完手还发干发涩。娘娘，您这灰加猪油做出来的东西，竟然如此好用！那当然，手工冷制皂在反应过程中会自然产生极其滋润的甘油，这可是顶级的护肤成分。内务府那些工艺粗糙的胰子怎么比得上？天气虽然转凉了，但这生肉放不长久，如果不赶紧腌制起来，明天一早就要发臭了。可咱们这冷宫里连一粒多余的盐巴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没有盐，那咱们就用物理隔离法，
小桂子，去后院找找，看看有没有前朝留下的废弃地窖或者冰窖的入口。全公公、柳姑娘，快来看，这真的有一块能掀开的木板。娘娘，这前朝老地窖虽然没存冰块，但因为深埋地下，温度比地面足足低了10度有余，简直是个天然的恒温冰箱啊！太好了，温度低能延缓肉类的腐败速度，但光有这还不够，空气中的细菌还是会让肉变质。有了，全公公，今天咱们不吃烤肉了，咱们来做一道能够保存极久的西洋绝学油菌肉。在生物学常识里，食物腐败变质，绝大多数是接触了空气中因为无处不在的好氧细菌和霉菌。只要我们能阻断肉类与空气的接触，就能给它穿上一层坚不可摧的防腐铠甲。看好了，物理隔绝法启动。这层厚厚的固体脂肪就像一堵绝对密闭的城墙，把所有的空气和细菌死死地挡在了外面。而底部的肉块被包裹在无氧的油脂环境中，不仅不会变质，反而会在油脂的缓慢渗透下变得软烂可口。全公公，你去把它放在地窖里吧。绝妙的法子，如此一来，就算几个月不领肉，也能在这冷宫里随时吃上肉了。娘娘这格物之礼，老奴算是彻底服气了。有吃有喝，冷宫硬是被咱们过成了神仙日子。糟了，是内务府出了名的铁面无私、规矩狂魔崔女官，她怎么空降咱们这儿了？内务府有令，南三所人员疏于管教，行事散漫。自今日起，本官将常驻南三所，你们必须严格遵守宫廷规训守则，将这里的规矩给本官重新立起来。立规矩，好啊，只要你的规矩能管得住大自然的常识。本官再说一遍，规矩就是规矩。在南三所，寅时必须起床打扫，卯时备菜，未干完活之前，任何人不得嬉笑打闹，更不得捣鼓些奇技妙巧的无用之物。全公公，听说这崔大人本是内务府当差，因查账污蔑王公公贪财，才被老烟狗贬来咱们这儿。嘘，他心里憋着气呢，想在咱们这儿把规矩立起来，好堂堂正正杀回内务府。这种没有内府造办次批文、私自改建的土造，存在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立刻拆除。还有这些成分不明的高丽物，统统没收。这等后宫离捏，怎可在此地散漫？赶出去！崔大人，您这大清早的赶路过来，嗓子都喊冒烟了吧？要不先喝碗热豆浆润润喉？崔大人，我刚才听您的嗓音虽然洪亮，但尾音发紧，想必是近日气血有些凝滞。而且您看您这手，这内务府的规矩再大，也防不住这初中的冷风把皮肤吹裂吧？这可不是什么成分不明的高烃柱，这是富含天然甘油的手工冷制造。您去井边用温水洗洗手，体会体会什么叫物理隔水保护膜的滋润。洗完咱们再谈拆灶台的事儿也不迟嘛。胡闹！本官是在给你们立规矩，你们竟然拿这些市井之物来贿赂本官！哎呀，这肚子饿了，规矩也讲不响亮啊。崔大人，南三所的规矩就是吃饱了再干活。您若是嫌弃这土灶，那这锅里做出来的东西，想必您也是不屑吃的。老奴这就倒了去。慢着，本官这是为了体察南三所的伙食状况，以便记录在案，下不为例。想在物理沙盒里立规矩，第一步先同化你的胃。一顿早饭就想让我罢休，今天
我必须从作息上将你们这群闲散人员的坏习惯彻底纠正下来。全都起床！寅时已到，南三所全体人员立刻洗漱，站立庭院之中，听候训导。这种胸部噪音是我管教新太监的绝招，今天我就好好给他们立一下我的规矩。难道都睡死过去了？柳氏，立刻开门！无视规矩，罪加一等。崔大人，大清早的，您拿着个铜锣在院子里练武术呢，我这正做着美梦呢。你居然没听见我敲锣？这到底是个什么邪物？这可是我的秘密降噪神器，这个叫蜂蜡隔音耳3，是我用全公公找到的那点废弃蜂蜡，混合了一点柔软的棉絮，加热揉搓而成的。蜂蜡这种物质极其奇妙，它在体温的微热下会变得非常柔软，可以极其完美的贴合耳道的每一个缝隙，形成绝对的物理密封。这蜂蜡不仅能彻底阻断空气介质的传播，更能吸收和消减高频声波。别说是您这破铜锣了，就算是打雷，我也能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加上我这个利用了暗视效应原理制作的遮光眼罩，物理降噪加上物理遮光，这就是最顶级的深度睡眠套餐。你们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本官的底线不容践踏。既然叫不醒你们，那就在你们醒着的时候，让你们片刻不得安宁。太没有规矩了！内务府的奴才干活时必须保持极其端正的站姿，以示对主子的恭敬。这群人如此贪图安逸，简直是把冷宫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终于搬完了，累死我了。没有了椅子，我看你们明天怎么舒坦的干活。只要让你们的身体感到极其疲惫和痛苦，你们就不得不屈服于本官的规矩。咦，咱们的椅子呢？我那心爱的小马凳哪儿去了？从今日起，南三所实行站立自省的规矩。为了惩戒你们的散漫，所有椅凳皆被本官锁入柴房，未经本官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坐下，必须站着把这些忙完。这是内务府的规矩，绝无通融。崔大人，您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今天可是要剥几十斤毛豆啊！站着剥一天，腿肚子都要转筋了。那是你们的事，规矩就是规矩，开始干活。本官1个时辰后再来，倒要看看你们双腿打颤的惨状。全公公都火烧眉毛了，这毒妇要把咱们发死。您去废墟角落干嘛？没有木头凳子，这前朝的烂帐用的可是上好的古法棉麻纸，若是将它们摞起来，再用麻绳捆紧，这其中蕴含的微弹缓冲之理，可比硬邦邦的木头舒坦多了。来，小桂子，去找几根粗麻绳来。今天老奴教你们怎么把这些废纸变成这冷宫里最舒坦的软沙发。昨晚在破书里看到我被嫌弃降职的公文，哼，想看我笑话？没门儿！只要把这群闲散人员训得规规矩矩，内务府总会看到我的苦心。哎呦，全公公，您昨晚翻出来的这前朝帐字也太好做了吧！这坐上去的感觉，居然比咱们之前那硬邦邦的木头板凳还要舒坦得多，软乎乎的，一点都不硌得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前朝留下的这些烂账册，用的可是上好的古法棉麻纸，把它摞成2尺高，再用麻绳捆紧了。
它就有了特别奇妙的缓冲力。人坐上去，指叶之间的微小空气层受压下陷，刚好完美贴合咱们的身形。这不比那直挺躺的木头椅子养人？对呀，而且这帐侧外面包着厚实的锦缎封皮，加上纸张本身最能隔绝地气，秋天坐着一点都不觉得凉。我刚才还在后背靠着的地方多垫了2本，刚好顶住腰窝，简直太巧妙了。放肆，简直是胆大包天！你们这群毫无规矩的狂徒，这是前朝留存的账册，虽然废弃了，那也是内务部造册的文书。你们居然敢拿它当凳子垫屁股，成何体统？崔大人，这不能怪我们呀，我们这屁股底下垫的就是一摞废纸啊。您那规矩里也没写不准坐在废纸上备菜呀。你这是强词夺理！好，你们既然这么喜欢钻规矩的空子，那本官今天就让你们和白纸黑字的交道打个够。从现在起，你们3个停下手里所有的活计，每人将这本宫廷规训手量抄写1万遍，日落之前必须交差，抄不完全都不许吃晚饭。南3所所有的米缸面缸，本官亲自贴封台儿。1万遍，崔大人，这一本守则足足有上千字，抄1万遍，就是把手腕子抄断了，日落之前也抄不完1/10呀！您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既然敢免视规矩，就要承担破坏规矩的后果。完了，这回是真的要饿肚子了。急什么？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我去看看后院那2棵小白菜长得怎么样了，顺便晒晒太阳。娘娘，您拿这些破烂干什么？现在可没时间扎风筝玩了。谁说我要扎风筝？既然崔大人喜欢规矩齐整，那咱们就来给他上一课。有了我这个新发明，别说1万遍，就是10万遍，咱们也能在日落前去吃热乎乎的晚饭。小桂子，按住这里，手别抖。大功告成！娘娘，您费这么大劲儿，就是为了做一个长得像排骨一样的刷子？这叫4连排比。崔大人不是罚咱们抄1万遍规矩吗？平时咱们1支笔一次只能写1个字，而现在只要书写1次，这4支笔就能同时写下4个一样的字，干活的功夫直接省了大半。妙啊！简直太巧妙了！娘娘您真是个奇才，有这宝贝在手，别说1万遍，就是10万遍，咱也能在太阳落山前交差。时辰差不多了，抄了多少了？本官早就说过，南3所的规矩。崔大人，您来的真是时候，1万遍宫廷规训守则，一字不落，全在这儿了。就是废纸不太够了。最后的那1000遍，我写在内务署不要的旧草纸上了，您翻看的时候当心点。竟然把惩罚变成流水线作弊，好，很好。既然你们精力如此充沛，干活这么快，那想必也是不需要喝茶提神了。这罐茶叶属于非必要物资，本官没收了。明日起，南3所取消一切茶水供应，违者罪加一等。咱们的下午茶没了，那可是全公公攒了好久的口粮啊！没茶喝，这漫长的下午可怎么熬呀？急什么？崔大人愿意替咱们保管茶罐，全当是帮咱们腾地方了。没茶叶泡水，难道咱们就没别的事儿可干了吗？公公，您不会是想让咱们拿着大蒜叶子泡水喝吧？那味儿也太冲了。这4个活毛在搞什么邪门仪式？你们4个又在搞什么名堂？你们今天的任务都完成了吗？不理我，气死我了！
就是碰折了一片蒜叶子吗？大惊小怪什么？大不了本官去内务府给你们端一盆水仙花来。咱们的蒜啊！崔大人，喝口汤吧。虽然没了蒜苗提味，但只要您心里痛快，我们吃糠咽带也是高兴的。是不是我真的太过分了？那不仅是一颗蒜，那可是他们在没有茶叶、没有椅子的冷宫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啊！我是不是亲手扼杀了他们生活里最后一点小确好？够了，本官受够了！公公，崔大人这是跑去内务府搬救兵了吗？咱们这招悲伤注目礼是不是玩过火了？且等着吧，这人心里一旦有了缝隙，那规矩可就关不住了。那颗破蒜是本官不小心碰的，这是本官刚才顺手在宫墙角门外买的，全当是陪你们的蒜苗了。以后不许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一向高高在上的铁面女官，居然为了半颗蒜低头服软，自掏腰包买这么土的绢花来赔罪。天哪，这绢花的网纱布料居然如此湿密均匀。有了这等极品滤网，那个破茶壶终于能派上大用场了。你这个不可理喻的人！本官好心好意买花赔罪，你居然把它撕了！哎呀，崔大人，您这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了。这绢花买的太巧妙了，您有所不知，您没收了咱们的好茶叶，现在小桂子只能去库房底扫那些全都是碎渣沫子的陈年高碎。那碎渣子一泡水，喝一口能糊一嘴的渣。但您看这绢花的材质，这可是最寻常的硬挺网纱，孔隙分外细密，又耐热水烫，把它稍微改改，这不就是个绝佳的茶漏滤网吗？绝了！娘娘这法子绝了，一点渣都没有。崔大人，您买的这花可比咱们自己买茶叶管用多了。崔大人，这花买得好，这花买得好，破镜能重圆，废花能滤茶。这世上所有的羁绊，缝缝补补，总能找出个热乎的过法。来，喝口热茶顺顺气。我买的绢花，居然帮他们喝上了没有渣子的茶。我堂堂内务府女官，居然成了冷宫下午茶的赞助人。今儿个天气好，喝了茶，大伙儿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小桂子，把咱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哎，来，一人一把，站好位置。这是干什么？这叫养生扫地操。全公公说了，天天弯腰干活伤腰椎，咱们把扫地的动作放慢，配合呼吸，既能打扫卫生，又能舒展筋骨，比推拿都舒坦。第一式，白鹤亮翅剥落叶。第二式，野马分葬扫浮灰。没有森严的规矩，只有茶香和沙沙声。如果在南三所一直这样待下去，好像也挺好。好啊，简直是反了天了！崔女官，内务府派你来整顿南三所，你不仅没有把规矩立起来，反而跟这群冷宫的废人在这里疯疯癫癫的跳什么扫把舞，你简直把内务府的脸都丢尽了！既然你们这么闲，好，马上就是中秋了，内务府人手不够，限你们南三所在3天之内赶制出500个月饼，少一个全员发配去最苦的洗衣局，每天洗1000件公土套子。3天，500个月饼，且不说南三所只有4个人，最关键的是厨房里连一个像样的月饼模具都没有，难道不用手搓500个一模一样的花纹吗？
模具，这木鱼不就是现成的高级硬木材料吗？我告诉你们，3天，500个月饼，做不完我要你们统统去洗公桶。完了，洗衣局那可是个苦寒之地啊！咱们统共就4个人，就算是不吃不睡，把手腕子都搓冒烟了，3天也捏不出500个月饼啊！更何况内务府收东西最讲究规矩，要求花纹整齐划一。咱们连个带雕花的模具都没有，难道用手指头戳几个坑当花样吗？都是我连累了大家，若不是我得罪过他，他也不会借题发话。大不了我一个人去内务府总管那里，把罪责扛下来。哎呦，崔大人，您这说的是什么见外话？既然都在南三所这口锅里吃过饭，哪有让一个人顶雷的道理？不就是500个月饼吗？面粉和果揉咱们库房里有的是，也就是多费几车柴火的事儿。可是公公，没有模具，咱们拿什么印花纹啊？谁说没有现成的？娘娘，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拿个破木鱼出来干嘛？难不成咱们要一边敲木鱼一边念经，祈求王公公拉肚子吗？笨！你们仔细瞧瞧这木鱼里面，这凹槽的深度和大小，简直就是为了大月饼量身定做的。咱们只要把包好的面团塞进去，用力一压，底部的莲花纹就会清清楚楚地印在面团上，然后再倒刻过来，轻轻一磕，一个带着精美莲花纹的月饼生胚，不就成了吗？妙啊！铁质木窑质地坚硬，压制面团绝不粘连，这简直是浑然天成的模具。哈哈哈哈！模具的问题解决了，不过这木鱼分量不轻，每次都要用手拿着塞面倒扣磕出来，要重复500次，大伙儿的速度依然提不上来，3天时间还是吃紧。这有何难？如果人工太慢，那就让它自己动起来。小桂子，去把那推车的轮子卸下来。全公公，去把那台断了线的旧织布机踏板拆出来。崔大人，您找块干净的粗麻布，首尾缝合起来。听好了，南三所第1条半自动月饼传送带开工！小龟子，你坐在踏板前，像踩织布机那样上下踩动。全叔叔，您在最前面，把包好馅的面团放在麻布上，面团顺着麻布转到中间。崔大人，您只要握着木鱼上面的手柄，对准面团，用力往下按，松手后，主板的弹性会自动把木鱼弹回半空。印好花纹的月饼会继续转到我这里，我负责装盘进炉子。来，开工！转！快放！原来打破规矩、通力合作的感觉，竟然这么痛快！哈哈哈！照这个速度，明天一早就能全干完。哈哈哈哈！看王公公还怎么找茬儿！小桂子，你踩慢点儿！我这边来不及装盘了！月饼起飞了！本公公不放心，特来提前查岗。我的亲娘老子！这到底是什么妖术？王公公，您这可就没见识了，这叫借力抛物线。刚才那推车传送带转动的速度，加上末端向上翘起的主板弧度，刚好给面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冲劲儿。只要食盒摆放的距离测算得当，每一个面团都能沿着固定的轨迹落进去，这就叫巧用常理，自动装盒。可不是吗，王公公，您要是晚来半步，这500个月饼，咱们连装盒的功夫都省了，直接就能给您挑去内务府交差。哼，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贡品月饼讲究的是匠人心血和用料实在，你们用这种取巧的法子压出来的面疙瘩能好吃吗？怕不是硬的能磕牙。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咱家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不行，咱家可不能在这群人面前失了分寸。呸！难吃，简直是难以下咽。饼皮如同嚼蜡，馅料更是透着一股子发霉的味道。你们竟敢用这种不成体统的粗食来糊弄内务府，大逆不道！这500个月饼统统作废！王公公，你休要含血喷人！这馅料是我亲自去库房领的上好核桃仁，全公公精心熬制的糖浆，你仅凭私人冤宴就妄下定论，完全不合规矩！反了，崔氏，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来人，把崔氏和这群刁民统统拿下，立刻押送洗衣局，每天刷1000个公桶套子！内务府每日特供鲜羊奶送到喽！南三所的，今儿初1，特意多给了1勺奶皮子，带好碗盆出来打奶，过时不候啊！哎呀，去晚了奶皮子就没了！别急，别急，拿好碗啊！好，你们这群烂泥扶不上墙的废人！既然你们无可救药，那明日我就禀报总管大人，派内务部最讲究流程的李总管来接手南三所，让他好好治治你们。公公，这回王公公怕是真要搬救兵了。那个李总管我听说过，是个十分刻板、满脑子都是繁文缛节的狠角色。咦，这是王公公落下的翡翠玉扳指。这翡翠质地坚硬无比，而且内壁打磨得分外光滑。小桂子，咱们那传送带的车轮木轴不是容易发热打滑吗？如果把这玉扳指套在木轴外面，当成滑动轴承，那咱们的传送带转起来，绝对比丝绸还要顺滑。天哪，拿内务府大太监的名贵玉扳指去当推车轱辘的滑动绸绳，这要是被那个即将空降的李总管看到了，还不得掀起多大的狂风暴雨？小桂子，快把那根经常卡的推车木砖轴卸下来。娘娘，这可是王公公的宝贝啊！咱们拿它吞车轱辘的剑片，是不是太奢靡了？这翡翠可是硬玉，质地极坚，木头根本磨不损它。而且王公公常年把它在大拇指上把玩，那内壁早就被盘得像镜面一样光滑了。用它来套在木轴外面，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防磨损圆环。崔大人说的太对了，这在机巧之术里叫做滑动轴承。原本粗糙的木头直接摩擦，不仅费力，还容易冒烟打滑。现在有了这光滑的翡翠垫在中间，咱们再滴上一滴最上层的芝麻香油。来，小桂子，上脚试试。太神奇了！我现在踩着踏板，感觉就像踩在云彩上一样，一点都不费力气。干杯！干杯！糟了，是王公公搬来的终极救兵，内务府以讲究高端流程和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李总管。这群闲人干的活，竟比造办处流水线还漂亮。不行，没有符合咱家规矩的审批流程，那就是大逆不道。原来是李总管大驾光临，咱们赶制的中秋月饼已经如数完工，不知李总管有何指教？崔氏，王公公说你在这里毫无建树，甚至与闲杂人员同流合污，咱家本来还不信，今日一看，果然是毫无章法。你们这叫什么？这叫野路子做月饼。领了多少面粉？谁过秤的？谁登记的？揉面的时辰可有记录？这半空坠落的印花手法，经过内务府试吃核验了吗？没有这些标准化流程，你们做的再快，那也是一堆废品。李总管，这月饼的用料配比都是老奴亲自把关的，味道绝对错不落。您要不要先尝尝？拿开！没有盖内务府质检章的东西，咱家绝不入口。等等，你们那推车轱辘上套着的绿光闪闪的剑钱，莫非是？
王公公的帝王绿翡翠扳指！大胆狂徒，毁坏御赐珍宝，罪无可恕！咱家这就接管膳食库，把你们统统上报！天哪，这算盘珠子的间距分毫不差，而且纯铜的珠子分量十足，表面圆润光滑。小龟子，快！咱们刚才揉好的那块要做千层酥皮的硬面团，因为太硬，怎么都擀不均匀。只要把这位大人手里的算盘在面团上用力滚几圈，利用这均匀分布的金属算盘珠子作为点缀滚轮，就能瞬间把硬面团的筋膜均匀压断，压出完美的起酥网格。娘娘，这能行吗？怎么不行？这可是绝佳的工具，算珠大小一只，间距分毫不差，滚动时瞬间形成点阵受力面，光滑金属完全不粘连面团。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既然你们毫无规矩，那咱家今天就现场给你们立规矩。从今日起，南三所实行6步审批法，你们用的每一把面粉、每一滴香油，甚至去后院摘一颗葱，都必须先写申请，由咱家在这个本子上签字画押后方可动用。我要把你们的罪状和新规矩一条一条全写在这羊皮本上。哎呦喂，小龟子，你快看，咱们刚才不是正愁找不到合适重物来压豆腐吗？李总管这本子简直是雪中送产呐！什么？压豆腐？李总管，您这本子借老奴用半个时辰，这厚度和重量刚好能提供绝佳的下压重力。最巧妙的是，这外面包裹的熟羊皮分外致密，水汽根本渗透不进去，简直就是浑然天成的防水均压板。完美！放肆！放肆！来人！来人呐！拿封贴来！咱家要把这大逆不道的膳食库彻底查封，1粒米都不准他们动！糟了！如果厨房真的被贴上这象征绝对禁止的封条，咱们今晚可就真的要喝西北风断粮了。没有了厨房，我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把门窗缝隙全都给咱家糊死！等等，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晚了，这封条一上，神仙也救不了你们。谁说我怕了？我是怕他们贴错地方，糟蹋了好东西。天哪，小桂子、全公公，你们快来看，这浆糊熬得太地道了，拉丝都有1寸长。而且这纸张厚实的连光都透不过去，咱们马上就要入冬了，厨房这几扇破窗户到处漏风，昨天我还愁去哪儿找点厚纸糊窗缝呢。李总管这简直是雪中送炭，给咱们送顶级的防风保暖贴来了呀！娘娘说的对啊，这封条又长又宽，正好能盖住窗框上那道2指宽的大裂缝。哎，这位公公，您贴偏了，来，往左边挪半寸。对对对，就是那道漏风最大的木头缝，您使点劲儿抹平，千万别留气泡，不然冬天冷风容易钻进来。上面，窗户顶上那根横梁和餐砖之间也有缝隙，用着温热的湿布隔着纸面刮一刮，热气一激，浆糊彻底吃进木纹里，粘的那叫一个牢靠。这门槛下面常年钻冷风，贴上这层加厚桑皮纸，我的老寒腿就有救了。你们看，这白纸红印的，配上灰乎乎的窗棂，竟还透出几分过年贴春联般的喜庆呢。太舒服了，这防风效果简直绝了。李总管，您带来的这建材真好用，老奴替南三所全体感谢您的体恤。反了，彻底反了！来人，去请侍卫，把这群无视内务府规矩的狂徒统统给我绑了！太后，这
这座皇宫里规矩的最高制定者，真正的幕后大 boss， 怎么会在这个鸡飞狗掉的时刻，被一只猫给带到了最偏僻的南三所？给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把御赐之物用成这样，太后最重规矩，今日定要发落他们，以正宫闱。太后娘娘明鉴啊！南三所这群人太过随意，竟然将御赐珍宝挪作他用，无视内务府查封法度。老奴本想立规矩，却被他们百般阻挠，恳请太后娘娘重塑这群人的规矩，彰显皇家体面。太后，哀家这只狸奴平时挑嘴的很，御膳房用老母鸡高汤煨的深海银鱼都不屑一顾，可近来几日，他一到半夜就往这最偏僻的冷宫跑。哀家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稀罕的吃食，能把这后宫最难伺候的胃口给勾了去。使不得呀，太后，那都是用废弃木鱼和破车轮子做出来的粗陋之物，甚至连起酥的面皮都是拿老奴的算盘瞎压出来的。万一吃得不顺口，老奴可是万死难辞其咎啊！安静。太后娘娘，那大月饼虽然好看，但糖分和油水太重，夜里刻画起来有些费劲。老奴这里有一碟刚刚烤好的无糖核桃千层酥，用的是刚才李总管那把算盘滚压出来的面皮，绝没放一丁点蔗糖。大胆！太后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肠胃极弱，吃口甜腻就翻蒜，那些雕花嵌金的极品糕点都是负担。你竟敢拿着干巴粗食给太后！李福海，奴才在。太后娘娘，这群人不仅乱用算盘，还把您的羊皮记事本拿去压豆腐。行了，你这算盘放在内务府拨弄算计，算出的全是繁文锐节，倒不如留在这后厨，滚出来的起酥倒是干干净净，让人吃着心里舒坦。以后这算盘就留在南三所吧。这等巧妙的击落，竟然能省去那么多人工。哀家看着分外有趣。老人家，如果把哀家这根紫檀木龙头拐杖接在那踏板旁边的木槽里，当个延长的省力杠杆，这传送带能不能转得再轻快些？哀家也想亲自踩两脚试试。太后娘娘，您这眼光简直太绝了！刚才小桂子踩那踏板，虽然有了翡翠轴承润滑，但毕竟发力距离短。如果把您这根长长的紫檀木拐杖用麻绳牢牢绑在踏板的外侧延伸出来，大功告成。这在力学里叫加长动力臂。根据杠杆原理，动力臂越长，按压下去就越省力。现在有了这根长拐杖，连小拇指的力气都不用，就能轻松带动整个车轮转动。哎呦，这纸墩子坐着竟比哀家宫里的软榻还要舒坦，还要贴合后背。唉，转了转了，真的毫不费力。金算盘滚面，翡翠当圆承，现在连太后都亲自下场摇流水线了，我的高端管理学彻底碎成沫了。哎呀，这炉子太小了，根本来不及烤啊！照这个速度，后面的生出还没进炉子，前面的面皮就要发酸了。如果要一次性蒸烤上百个月饼，还得受热均匀，那只有西洋人用的那种大蒸汽锅炉能做到了。西洋蒸汽锅炉？柳姑娘，咱们这冷宫里哪有那种洋玩意儿？谁说没有？那堆破铜烂铁里不是一直扔着一个大家伙吗？哦，哀家想起来了，这是10年前西洋传教士进贡的蒸汽锅炉。因为无人知晓这西洋玩意儿如何安全生火，工部怕出危险，就当作废铜一铁给扔到冷宫来了。太后娘娘，这可不是废铜烂铁，这是最完美的恒压高温大烤箱啊！您看，这锅炉是一个完全密封的金属腔体，只要我们在底部的夹层里加水，并在下面升起大火，里面的水分就会迅速沸腾，化作蒸汽。因为蒸汽跑不出去，腔体内的压力就会急剧升高。在物理常识里，压力越大，水的沸点就越高，温度就能轻易突破平时烧开水的极限。
这空间足够大，咱们一次性把200个月饼放进去，而且烤出来的月饼外皮酥脆，内里却能牢牢锁住水分，绝对软糯香甜。这粗鄙的铁疙瘩发出的噪音，严重违反了内务府后宫清净管理条例。我必须在太后面前把丢掉的规矩找回来。成何体统？太后娘娘在此，这破铜烂铁竟敢发出如此尖锐的噪音，惊扰圣驾！任何违反宫规的噪音都必须查封。太后娘娘，您听，老奴用内务府的封条替您把这噪音给彻底封死了，现在清静多了。你这个连最基础的物理常识都不懂的死板蠢货！啊！你把高压锅的安全排气口给糊死了！快趴下，要炸炉了！什么炸炉？一派胡言！这内务府的桑皮纸封条糊上去，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怎么可能？看天上，压力断崖至骤降，这是老式爆米花菇的瞬间释压膨化原理。天哪，下月饼雨了！绝了，真绝了！哀家活了大半辈子，吃遍了天下珍馐，竟从未吃过口感如此奇妙、外酥里嫩到极致的云朵月饼。这西洋铁疙瘩加上内务府封条的做饭法子，简直比御膳房几十大锅加起来还要厉害。李福海，奴才在。李福海啊，你那套死规矩，在内务府管管账本也就罢了，这南三所里的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大智慧、巧心思，日后内务府的手就别伸到这儿来了。这地方的规矩由他们自己定。遵旨。有刺客护驾，快保护太后娘娘！不是刺客在冷宫引爆火药，意图谋害太后吗？这是个什么情况？等一下，这不就是前几天半夜给朕递陈醋、蒜泥浇蒸卤烤肉串的那对冷宫路边摊摊主吗？完了，彻底完了！皇上肯定是发现御林军天天半夜跑来冷宫蹭夜餐的事了。皇帝，你提着剑跑来这冷宫，莫不是也馋这口刚炸出来的云朵月饼了？皇上，微臣有罪，微臣不该贪图那一口祖然五花肉，但那烤肉实在是外酥里嫩，全公公的手艺太绝了，微臣愿领军棍，求皇上开恩呐！闭嘴！赵大牛，你给朕闭嘴！那可是孜然烤肉啊！朕这几天还在御书房偷偷回味呢。这要是让最重养生规矩的太后知道朕半夜翻墙吃冷宫路边摊，朕这天子的脸面往哪儿放？哦，原来皇帝前2日胃口大开，连着吃了3大碗必经米饭，是因为得了这南三所里的绝世配方啊！哀家还纳闷呢，皇帝，你大白天提着把剑跑来这冷宫，咋咋呼呼的做什么？这儿哪来的刺客？若你也是馋这口刚炸出来的云朵月饼，直说便是。母后明鉴，儿臣其实是。儿臣听闻，极品的点心出炉，必须用最锋利的刃锯切割，方能不破坏其酥脆的纹理。儿臣恰好随身带着这龙泉宝剑，特来为母后切月饼。哎呦，皇上圣明啊！皇上这物理常识简直让人五体投地。这高压云朵月饼空气结层分外酥松娇贵，普通的菜刀、太后、太钝一压下去，产生的挤压应力就会让起酥塌陷变成死面糊糊。只有皇上您手里这种极其锋利、刃口薄如蝉衣的绝世神病，才能利用极致的物理剪切力，在不破坏任何微观结构的前提下，将它一分为二。好
好剑法！这切割势力控制的堪称完美。绝了！外皮如霜雪般化开，内馅却温润如玉，好一个云朵月饼！南三所众人听旨，此地往后便是皇家特许制造体验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规矩干涉此地。宫内所有的物资器械，你们全权调度，随意取用。就算把房顶掀了，朕和太后也给你们兜着。这屋顶漏风了，马上就要入冬下雪了。这厨房虽然糊了窗户，但屋里没地笼，咱们就算有再多的炭火，也扛不住严寒啊！叫工部来修修补补，多没意思。既然皇上给了咱们随意调度器物的特权，咱们为何不干票大的？地下有现成的空心管道，那锅炉里又有烧不完的热水。小桂子，全公公，咱们要造一个全皇宫绝无仅有、24小时恒温水循环的全屋地暖系统。娘娘，您说要造全屋地暖，这听着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可这西洋锅炉在院子里，咱们住的屋子在台阶上。俗话说水往低处流，咱们又没有西洋人的抽水机，这锅炉里的热水怎么可能乖乖跑到咱们屋子的地下沟渠里去转一圈呢？这你就不懂了吧？水虽然往低处流，但热量可是往高处走的呀。大伙儿看，这西洋锅炉侧面一上一下，刚好有2个预留的黄铜接口。咱们向内务府讨要几根长轴管，把锅炉上方的出水口连到咱们屋子地下沟渠的最高端，再把沟渠末端的出水口连回锅炉下方的进水口。老奴懂了，水烧热之后，这热水就变清了，会自然而然地顺着上方的铜管涌进屋里的地下沟渠。等它把热量散发给青砖地面后，水变凉了，也就变重了。完全正确，这在流体力学里叫做热虹吸原理。只要管子接的严丝合缝，不漏水不漏气，这大自然的热力学温差就是咱们最完美的全自动无声水泵。造办处听好，南三所奉旨进行改造，去把库房里上等的紫铜水管，还有修缮御用龙船用的极品防水桐油和西域生胶泥，全都给本官装车。皇上特权压着，咱家视若珍宝的顶级建材被他一扫而空，却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在这个物理沙盒里，本官这套严丝合缝、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管理哲学，终于找到了终极用武之地。工程质检。小桂子，你这接口的生胶涂得不够均匀，规矩就是规矩，毫厘之差便会溃于蚁血，这在加压后极易产生渗漏。给本官擦了重新涂。是，必须厚薄一致，宛如天成。听，有动静了！天哪，这地面竟然变暖和了！啊，太舒坦了！这哪里是冷宫，这简直是汤泉行宫的暖阁啊！太舒坦了！大功告成，全屋无死角，水学原化，恒温地暖。我曾以为冰冷的规矩是保护自己的铠甲，但现在才明白，在这个充满创造力和烟火气的沙盒里，让所有人过得舒坦，才是生活最美的规矩。哎呦，老奴倒是忘了一茬，这地暖不仅养人，它更养地气呀。现在咱们这屋里的温度简直就跟阳春3月一模一样。全公公、小桂子，你们想不想在冬天吃上水灵灵的绿叶青菜，甚至挂满枝头的西洋红番茄？既然这屋子恒温，咱们只要把那破烂屋顶掀了，换上内务府库房里最透光的云母琉璃片，咱们就能在这冷宫里造出一个全景天窗的立体恒温蔬菜大棚啊！掀屋顶，换琉璃，咱们要在雪地里种青菜。太绝了！这
这在格物学里叫做温室效应。这琉璃片分外神奇，它能让太阳的短波光线毫无阻碍地照进来，把屋里的地面晒得暖烘烘的。地面又会向外辐射出长波光线，这琉璃片又能把它牢牢地锁在室内。但是当屋里产生热量后，这层琉璃又能像一床透明的厚棉被，把长波热辐射死死地捂在屋子里。加上咱们地下的恒温水循环地暖，这屋子现在简直就是完美的阳春3月。全公公，刘氏，快来救命！皇上，这是什么罕见的花草？这是西洋使臣刚进贡的红羽杨柿子，听说结出的果实酸甜多汁，十分开胃。朕本指望它们能在冬天结果，可这几日天寒地冻，御花园的花匠们费尽了心思，这苗子却越养越抽抽。朕思来想去，觉得你们这南三所总能化腐朽为神奇，特意送来求医。可不是嘛，花匠们怕这杨柿子冻着，特意把它们搬进了一间密不透风的暖阁里，还在周围足足围了8个烧得旺旺的银丝炭盆，12个时辰不间断的烘烤，谁知越烤越蔫吧？你们这是在给植物保暖吗？你们这分明是在熏腊肉啊！植物和人一样，是需要呼吸清新空气的。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你们把它们关在黑漆漆的暖阁里，周围全是炭火燃烧到的一氧化碳，它们见不到阳光，就无法呼吸。没被当场熏成菜干，已经是这苗子命大了。只知人冷要烤火，哪懂植物还要光合作用和呼吸。快，小龟子，把花盆搬进咱们的琉璃温室里来，擦干净。用温水把叶片上的炭灰全擦干净，让气孔打开，地满的温度刚好能温润土壤里的根系，头顶的阳光能唤醒叶片的光合作用。神了，这乃神迹也！御用花匠束手无策的难题，在南三所竟然起死回生，看来朕这果子是有指望了。皇上，您先别急着高兴，这花是开了，但果子咱们恐怕一颗都吃不到。为何？花都开得这般好，结果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自然界的花朵要结出果实，必须经过极其重要的一步——授粉。在春夏之际，这活儿都是由蜜蜂和蝴蝶代劳的。可现在是隆冬，咱们这温室里虽然暖和，但为了保温，门窗紧闭，连阵能吹动花粉的摊风都没有。为何？没有授粉，这花开的再艳，过2天也会自然凋谢，绝对结不出半个洋柿子来。大冬天的去哪儿找蜜蜂？这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蜜蜂做的事儿，咱们为何不能自己做？只要懂了格物之理，万物皆可替代。啊，就比如这毛笔，为何不能当做蜜蜂，我们自己来进行授粉？用写字的毛笔去给花当蜜蜂？皇上，这可是绝妙的替代法。蜜蜂能传粉，是因为它们身上长满了细腻的绒毛，而这毛笔上的兔毛比蜜蜂的绒毛还要柔软鲜密，正是最完美的仿生工具。这在格物学中叫摩擦起电。在冬天极其干燥的屋子里，丝绸与兔毛剧烈摩擦，会在兔毛尖端集聚一种极其微弱却能吸附轻小物体的无形引力，也就是静电。第一朵，雄尾取粉；第二朵，雌尾涂抹，间距、力度分毫不差。这南三所的人竟把高深的物理常识玩成了最严谨的审批农活。哈哈哈，成了，大丰收啊！这等珍稀奇果，定要让御膳房的顶级大师傅用燕窝鱼刺调成高汤，细细焖制。哎呀，皇上，那也太暴殄天物了，这叫热胀冷缩去屁皮法。这等富含天然果酸的奇果，最完美的吃法就是拿来做鲜血浓汤热气锅。想要将洋柿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必须用热油高温煸炒，才能将其中的汁水和洪亮的油脂彻底激发出来。太后娘娘，尝尝老奴亲手切的薄片羊肉。这酸甜的滋味恰到好处地化解了羊肉的膻气，而且这骨酸入味，不仅不觉得腻，反而让哀家这连日来没有胃口的肠胃一下子全舒展开了。
全公公，你们这南三所用一堆废旧物件造出了这世上最暖的屋子、最齐的物赏和最好吃的吃食，把镇这皇宫里最冷的地方变成了最热乎的福地。马上就要过年了，朕思来想去，决定赐你们一个天大的恩典。朕明日就下旨，将整个南三所及其后院赐名皇家格物造办署，由你们4人共同执掌，且赐你们每人一块免死金牌。以后在这紫禁城里，你们可以横着走。天哪，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恩赐！整个紫禁城里拥有独立地盘和免死特权，简直是打工人的终极梦想。皇上的好意，老奴和大家心领了，只是这恩典，咱们不能要。皇上，咱们不要当官，也不要金牌，咱们只求您把隔壁那座废弃已久的露天白玉取水池拨给咱们。咱们想利用那大锅炉里多余的循环热水，造一个全天候恒温冒热气的无边界温泉会场。拒绝封赏，连免死金牌都不要，只要个废弃的戏水池造温泉。放眼紫禁城，谁不想见皇家格物造玩署呼风唤雨？朕的帝王威严再次被这群激践狂魔那跳跃的思维给无情碾压了。哎呦，皇上，您且听老奴一句劝，这紫禁城里的官帽子太沉，金牌更是招人眼红的物件。咱们在这南三所里图的就是一个无拘无缚，过最舒坦的日子。一旦挂了牌匾，成了官署，那这地方也就有了条条框框，再不是那个能让太后娘娘脱了鞋坐帐沙发，让您抢冻豆腐的自在沙河了。在这儿，咱们不用去讨好谁，算计谁，每天琢磨琢磨怎么拿算盘压面皮，怎么拿玉扳指当车轱辘，吃口热乎饭比啥都强。老人家说的透彻，皇帝，这等宝地若是沾了朝堂的规矩，就彻底失去他化腐朽为神奇的灵气了。就由着他们折腾去吧。既然母后都这么说了，那朕就应允了他们。更何况，朕对柳氏口中那个恒温无边际温泉的诱惑力，实在是毫无抵抗力啊！这水池太大了，如果直接把热水注进去，在冬天这种极其寒冷的环境下，热量很快就会丧失。所以，咱们要利用间接热交换与余热回收的原理，紫铜导热极快。只要咱们往池子里注入干净的山泉水，管子里的循环水就会源源不断的把热量传递给整池清水，这样既不浪费锅炉的余热，又能保证温泉水的干净卫生。哎呦喂，这滋味绝了！水面的温热与落在头顶的冰凉雪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感官对比。这种一边淋雪一边泡温泉的终极享受，朕这位九五之尊竟然是在冷宫里第一次体验到。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能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小院里，用最吉朴的物理常识，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过得舒坦，似乎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新年快乐！祝咱们的南三所永远温暖，永远温暖！